谢谢谢谢，大家好，我子浩。谢谢谢谢的。先说一下，我是个广东人，大家也知道啊，我有个广东人啊，证明一下。其实说真的，今天录节目录来挺开心的，因为今年节目里面有4个广东的演员，这应该是节目里面第一次广东演员这个数量能凑齐一桌麻将的了，真的。我们第一轮录制的时候，我们4个广东人在个采访间里面老开心了，说什么我还对着镜头说前3名我们4个都不够分的，真的。然后我还跟另外一个广东的演员要鸡翅嘛，我还跟他说什么，哎呀，我们2个谁来当第一好了？你觉得？我让你啦，要不你第一，我第2咯啊。然后第一轮比完下来之后，有3个已经回到广东了，有点太丢人。那个导演还在那里安慰我们说：“啊，你们广东的幽默是不是有点水土不服？”我说：“阿拉桑还赢啊，现在。”太丢人！哎，你们想想，要是我第2轮淘汰的话，更尴尬。你想想，我回去之后，技师肯定要问我说：“啊，10号，你第几轮淘汰了？”我还得跟他说：“你第1，我第2咯。”哎，说实话。我觉得我们广东的演员呢，要做普通话的脱口秀，其实就是要比其他地方的人要难一点的，不是我找借口了。首先，我们语言又不通的，因为我们做普通话脱口秀，我们还得先从学普通话做起的，不是开玩笑。我刚出来工作那几年，我真的完全听不懂那北方的普通话，特别是那种东北的普通话，太复杂了，真的是。有一次人家跟我说：“你小王八犊子”，我当时都不知道他在骂我。我当时反应是啊，犊子？什么犊子啊？你肚子饿了是吗？哈，我煮个面给你吃咯哈。他还跟我说什么？你跟谁俩呢？不是，这什么话来的啊？为什么一句话里面全都是主语的哈？那我跟谁俩？那没有动词的。我说啊，我跟谁俩？我跟阿傻是 twins 咯，我跟谁俩？我完全搞不明白。还有一个事情。真的，我想说了很久了，就是以前真的不太好意思说，就是毛豆讲话，我是真听不懂啊。我说真的，我第一次听毛豆讲脱口秀的时候，他给我感觉就好像那个就《植物大战僵尸》里面那个，就头上戴着锅那个大叔，你们知道吗？就这个人，就这个。你们还记得这个人吗？哈喽的朋友们看得到吗？真的，毛豆在我心中就长这个样子了。我这个傻子。所以你知道，我第一次听毛豆讲脱口秀的时候，他在我耳朵里的感觉就是。鲁德昌什么的。完全搞不明白，我老觉得我奶奶那个坏了的收音机声音都比他清晰了，真的是。哎呦，这个事情我疑惑了很久了，之前一直不太敢说，就是我感觉怎么大家都听得懂的哈，你们啊，明明你们讲话也不是这样子的哈，我觉得肯定有人跟我一样，其实在装懂的，你知道啊，就怕被别人嘲笑啊，是吧？毛豆的新衣这个就是。绝对是这样子的，我想想都生气了，因为我的普通话经常有人说听不懂的，为什么毛豆的你们就都能听得懂的哈？你们试试啊，让毛豆去给那个广东那个老板做演出啊，毛豆会哭着回去找他老豆了，你知道吗？广东的老板看了都会说这个毛豆搞毛啊，一点都不逗啊，水土不服，我跟你说肯定。而且广东演员还有一点是最难的，就是你知道广东这个地方，它本身其实不太重视脱口秀这种什么文化娱乐的。跟上海相比啊，我感觉广东的本地人呢，他们就想着吃，真的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的。我回到老家，跟我那个朋友说，我说，哎呀，在上海不好混呢。他说，对呀，上海是没什么好吃的。我说我的意思是工作上不顺心啊。他说，哦，那看看等一下吃什么咯。我跟他说：“哎呀，节目太难了，年年都在那里瞎搞。”他说：“瞎搞？好啊，老板，来2笼虾饺了啊！”我跟他说，广东人对吃有多么在乎啊！真人真事啊！我在广东做我那个粤语的专场的时候，经常演到后面
会有观众直接站起来走了，我都不知道干什么。我说怎么了？是我演的不好吗？他说不是，我要去吃夜宵了。他说啊，你演的挺好的，但是排号排到我了。广东人对吃那个执念真的匪夷所思了，就是在他心里，姜子浩哪有 A18号重要啊，对吧？我们广东人就是这样的，有上顿有下顿的，我们就真的太爱吃了。你们想想，就是广东啊，连骂人那个话都是让人家吃东西了，对吧？你们记得张学友那个经典的表情包吗？你别管他让你吃什么，是不是让你们吃东西了哈？就是这么爱吃东西，我们吃东西了你。真的，我们广东演员的现状就是这样子了，在外面很难吃上饭，回到广东就只剩下吃饭的了。我们，所以其实我们呢，跟其他演员相比，广东演员最大的优势或者说特点嘛，其实就是我们会粤语。本来我今天上节目，在这个舞台上，我最大的愿望就能展示一段粤语的脱口秀，然后笑死你们。我本来想的是，但最大的问题你们也知道了，就是现场的大家基本上是不可能听得懂的广东毛豆。我现在就是。我想过很多办法的了，我还跟节目组讨论过了。我说啊，能不能现场弄个字幕啊什么的？人家节目组说很难的，搞不了了。搞了半天，我广东那个同事最后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他说子浩有没有可能啊？你就直接现场给大家翻译。我说怎么翻译啊，大哥，来不及了哦。他说你就一句普通话，一句粤语，一句普通話，一句粵語，交替的講，交替咁講，不就行了？咁咪得咯。我說這樣子講話很奇怪的喎，咁樣講嘢好 Q 奇怪嘅喎，好像神經病一樣啦，好似黐孖筋咁嘅喎。但看得出來，到最後我還是被他說服了哈。睇得出來，最後都係俾佢說服咗，你知道？這個我喜歡，這個好，這個好，就是一直莫名其妙的瞎折騰。哎，因為我仔細想想還挺好的，因為其實諗下都幾好喎。還在演啊？哎，首先我可以在我粵語的部分夾帶私貨，首先我可以約呢一 part 夾帶私貨啊嘛，係咪先？因為反正大家係聽不懂啦，呢個江州真係幽默夠靚仔嘅啫。先把自己哄開心了，我不管哈。而且來順便讓他感受一下粵語的那個魅力嘛，因為大家也知道了，粵語呢有9聲6調的，所以很多人都知道，就是那個古詩詞，很多古詩詞哈，就是用粵語來念會比較有韻味一點，會比較有味道一點的。那麼最後呢，我就給大家小小的展示一下啊，一首粵語朗誦《靜夜思》送給大家，好不好？靜夜思。李白，你們練詩不練奏摺的嗎？真不專業的，你們真是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只好棟篤笑，得閒捧下場啊！謝謝大家，謝謝。多謝多謝。來，在姜子浩的表演結束之後，大家拿出手中的投票器 ，OK 鍵確認。姜子浩索票通道開啟。姜子浩老師，你最後一句夾帶的私貨到底是什麼？對，就宣傳了一下我的粵語專場嘛，就說姜子浩的脱口秀有空來捧捧場了。我雖然不懂粵語，但是我覺得以脱口秀演員的能力，到了夾雜私貨的時候了。是是是，我太喜歡了，我覺得子浩今年可以啊，謝謝，越來越棒了。因為確實，之前我參加過好幾季咱們節目，他之前只是靠發瘋嘛，那次就一下就炸了。這現在是很穩，就是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棒。那個你說廣東人聽東北人說話費勁，我是北京人吧，我跟廣東人點個餐那費勁費瘋了。我想點香腸，我說給我來個腸，他說你是要紅茶還是要綠茶？我說我要香腸，他說我們這兒的茶都很香啊，他聽不了，他不知道什麼叫香腸。你有沒有想過，就是你語速
有时候别人确实也难听懂。我点餐是很慢的，你确定吗？我跟他说：“你好，我是大张伟，我语速很慢的。”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都有这种中间的这个点餐呀、什么这种小事。但是你喜欢，我太喜欢了。我希望你能够一直走下去，太棒了。好，谢谢，爱你。我跟那个罗老师没有拍，我其实觉得子浩这段讲得很好，但是你用了2个道具，一张画和擦汗的那个纸巾，我觉得擦汗那个纸巾是有效果的，拿出那个画，其实我觉得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，我个人觉得它有效果，但是它这个只是因为动作好笑，但是这个内容本身，我觉得它其实没有达到那个后来擦汗的那个效果。是，其实子浩讲这些我还挺理解的，因为虽然我们所在的方言区大家都能听懂，但是我年轻时候有一个偏见，老觉得北方的作家写文章文字生动，然后南方的就不够生动，一直这么想。后来直到认识了一些南方的作家，他们说你这个就是北方文化自我中心。实际是因为我们普通话定了北方的语言，所以南方的作家不得不改用他们第2擅长的语言，不熟悉的语感。所以子浩说这个我特别能理解，因为我经历过这个认知的转变过程。但是没拍主要是上一场实在太精彩了。今天呢，因为还在同一个话题里，那我心里就会期待说能不能再突破一下，但基本上是平的，甚至是略有下降。对，来，我们看，子浩第2场仍然选择了讲粤语，固定题目、固定方向。其实对于脱口秀演员是自己在给自己加码，但是我觉得子浩已经交了非常非常好的答卷，